去年8月20日，《黑神话：悟空》正式发布，将要满周年之际，奥地利德语媒体《标准报》对此做了报道。该报道说，一只猴子改变了一切。中国现在也在大举进军全球游戏产业。现在咱们来看看该报道：猴子战斗，游戏不死，一只猴子改变一切。中国进步进军全球游戏产业。中国早已成为手游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，如今更欲进军3A 级游戏制作，首款成功之作已现端倪。配图说明，在中国，电子游戏曾长期被视为精神污染，尤其是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市场中毫无立足之地。而这只战斗的猴子或许永远改变这一局面。大约1年前，游戏界经历了一场规模虽小，却可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地震。2024年8月20日，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登陆 PlayStation 5和 PC 平台。凭借这款以美猴王为主角的游戏，中国开发商游戏科学一举取得巨大成功，可能就此开启中国进军全球游戏市场的攻势。这款角色扮演游戏在发售前3日内销量突破1000万份，并斩获众多顶尖评分。开发商游戏科学几乎以一己之力，引发了业界对3A 级游戏的重新思考。这一战略转变不仅可能深刻影响中国游戏产业的未来，更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。这里解释了3A 级游戏，是指开发预算高昂、团队规模庞大且营销投入巨大的视频游戏。精神污染，为何中国这款游戏大作姗姗来迟？当日本和南朝鲜早已在全球电子游戏产业叱咤风云数十年之际，从欧美视角来看，中国游戏界几乎没有存在感。中国制造，除了几款手游外，在主流电子游戏领域几乎毫无建树。这种无足轻重的地位绝非偶然，而是各种限制与历史障碍共同作用的结果。首先，80年代末，像超级任天堂 NES 这样的游戏机在中国面临130%的进口关税。这种游戏如今我们主要通过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有所了解。其次，电子游戏这种消遣方式在中国数十年间被视为精神污染，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中尤其没有立足之地。这一状况被小霸王等国产至少兼容 NES 的游戏机所利用。这些游戏机通过标榜为学习机进行营销，为孩子们至少提供了一种伪装，使他们至少能够玩游戏。而从2000年至2015年，中国甚至实施了全国性的游戏机进口禁令。手游称霸时代，自2015年起，《王者荣耀》作为全球手游爆款，一直主导着腾讯公司的营收版图。然而，这些限制、禁令与审查制度往往导致什么结果？盗版横行与替代市场的兴起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中国正是借此催生了本土手游与 PC 游戏的繁荣。毕竟，智能手机和电脑终将普及全民。2020年，手机游戏营收已占中国游戏行业总收入的70%，而全球手游玩家占比仅为49%，这是2024年数据。这正是腾讯能大获成功的关键所在。自2015年起，全球爆款手游《王者荣耀》始终主导着该公司的收入结构，仅2017年就创收逾10亿美元，独占腾讯移动游戏收入的半壁江山。因此，中国游戏市场多年来主要呈现2大特征：免费模式与实时服务。大型3A 游戏与单人冒险类作品长期缺位，直到2024年8月20日这个转折点的到来。一猴惊天下，黑神话悟空的横空出世犹如一枚重磅炸弹，一枚价值数十亿的炸弹。中国开发商游戏科学取得的这一巨大成功，重新点燃了业界对中国单人剧情游戏与主机大作的信心。英国金融时报当时刊文称，这只神猴的故事正激励中国游戏产业追逐3A 级成功。许多业内人士将其视为中国首部3A 级游戏，这既是中国的里程碑，也是西方游戏界的警醒。
中国资本涉足游戏市场并非新鲜事，早在2010年代初，腾讯就大手笔投资了多家行业标杆级游戏工作室，如拳头游戏英雄联盟、Supercell 部落冲突、动视使命召唤和育碧刺客信条。网易也收购了 Quantic Dream 工作室、超凡双生，并于2018年向命运开发商 Bungie 注资约1亿美元。然而，这种对3A 级成功的追求仍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全新动向。近期，林泽科技推出的明末渊虚之语成为最新力作，其玩法与颠覆传统的悟空一脉相承，更聚焦于中国独特且未被游戏界过度开发的文化宝藏，并同样采用虚拟引擎5打造，这使得中国开发商跻身首批大规模运用该引擎的先锋阵营。目前仅有《地狱之道2》、宣誓等少数西方作品达到同等技术成就。全新神话美学革命，中国游戏产业数十年来始终身处阴影，受制于审查，遭人嘲弄，被低估实力。但随着黑神话悟空的崛起，腾讯的壮大以及在3A 领域展现的新自信，一个信号已然清晰：中国不再满足于参与游戏，他们渴望重新定义规则。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实力，更有西方游戏市场日渐稀缺的特质、新颖的神话体系、独特的美学风格，以及一个崛起创意产业的澎湃动能。专家指出，中国凭借更具优势的人力成本与生产条件，在游戏性价比方面拥有巨大竞争力。但 3A 游戏不仅是工业化产物，更是文化工程。西方或许面临性价比压力，但在创意与品牌影响力上仍保持领先。不过，这场行业巨变可能已进入倒时季，此刻胜负攸关。若中国能持续将文化根基转换为全球共鸣的故事，明末渊虚之旅或处世待发的烟云16声，或许将开启全新篇章，不仅改写中国游戏史，更将重塑全球游戏产业格局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接着看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西方游戏与电影产业如今常常陷入这样的怪圈，他们制作的作品只为迎合自身和股东的口味，全然不顾目标受众的呼声，甚至无视受众是否存在。继续往下，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当之无愧，品质确实过硬，希望这个水准的作品越多越好。即使是育碧这样的3A 大厂，新鲜血液的涌入，对整个行业都是锦上添花。再往下，甚至没人提到，悟空其实是最具中国本源的故事，基于《西游记》这一被无数其他媒体借鉴过的经典，比如日本的《龙珠》系列，这位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中国神话中最家喻户晓的形象之一。下一则，我一直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在唯利是图的欧美地区，人们会为某款游戏或影视剧投入数亿美元而沾沾自喜。这逻辑本末倒置，真正的本事该是用最小成本打造爆款。继续往下，不论哪个领域，中国正在全球赛道上全面开启超车模式。咱们看跟帖，所谓赶超之路，实则处处掣肘。国家财政赤字高企，腐败痼疾难除，私人消费低迷，出口依赖成瘾，更兼房地产危机全面爆发，光伏与电动车产能过剩，因老龄化，中国人口持续萎缩，外加唐纳德·特朗普这个变量，简言之，闪光的不都是金子。咱们继续看跟帖。在人权、言论自由和民生方面，中国恐怕确实难言领先吧。别忘了，专制政权最擅长信息管控，外界往往难以察觉其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。下一则，实在有趣的很多，中国可以肆意保护自家市场，却能在我们这儿长驱直入。西方世界正自愿接受经济肢解，简直是场悲剧。继续往下，
文章中提到，专家们声称，中国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和生产条件获得巨大竞争优势。于是这位网友说，却绝口不提人权缺失与剥削性工时、996工作制，这不过是全球威权体制下的奴隶制 2.0。这种扭曲的竞争优势本应通过游戏产业的关税壁垒予以制衡。看跟帖，日本职场对员工的压力并无二致，工时与休假制度堪称疯狂，唯一的区别是，在日本这些是自愿行为，日本备受赞誉，而同样的做法在中国却被完全另眼相看，这究竟是为何？跟帖上面这位网友说，您可知道，你祖父母、曾祖父母那辈创造了您如今享受的富裕生活时，他们可没有每周30小时的工作生活平衡。对您来说，45小时工作制是否已经是奴隶制 2.0？ 如果做不到，那肯定又是中国人的错吧。顺便说一句，该不会其实您正是这种奴隶制的受益者吧？靠着那些常与利润导向的外包生产密切相关的股票收益，积累着丰厚养老金，本质上不就是个奴隶主？继续跟帖，把责任全推给中国，未免太简单了。事实上，许多欧美企业也热衷在中国代工，当那边出现我们这里明令禁止的操作时，我敢说，他们往往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反正没人会承认。曝光的案例已经够多了，事后总推说不知情并承诺改正，可那些没被曝光的又有多少？说到底，我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也该深刻反思。接着往下，尽管我认为悟空是个中规中矩的游戏，但中国在游戏业站稳脚跟，我认为总体是件好事。在我看来，现在是时候让更多国家将他们的文化影响力和创意注入电子游戏了，这能促进多样性。如果某些游戏质量堪忧或充满宣传垃圾，他们自然卖不出去。试想，如果世上只有日美英的电影，那该多无趣呀！没错，开发商工作室遍布全球，但单个工作室影响有限。来自各国的作品越多，游戏产业就越精彩。再往下，作为一名在台湾生活工作的游戏开发者，且所在工作室将中国市场视为重要营收来源，按份额计算，我觉得这类文章简直天真得可爱。这个话题确实引人入胜，充满复杂的矛盾，也确实需要保持警惕。但上述所有关键点，这篇文章都完美避开了。再往下，即使作为地理和专业领域都不甚相关的旁观者，我也不禁要问，为何文章中对中国政权在游戏行业的巨大影响力几乎只字未提？这虽有些离题，但选择以台湾为生活重心，在当今地缘政治格局下，恐怕需要极强的心理抗压能力。仅向您及台湾同胞致以诚挚祝愿，愿你们拥有坚韧的适应力与一切安好。再往下，黑神话看起来简直惊艳，但不知为何我就是 get 不到，哈哈哈。下一则，黑神话远称不上杰作，缺乏深度、故事性和复杂性，不过还是很期待他们未来的作品。德国知识点评，不是黑神话缺乏深度，而是老外缺乏文化背景知识，他们根本不了解背后的一切，是他们自己太肤浅而已。继续往下，我竟然从没听说过王者荣耀，难道只有我这样吗？继续往下，唐三藏曾经从中国腹地远赴印度，并将佛教教义和神圣经文带回中国，途中他解救了一个半神，这是一只因贪婪粗鲁行为而被众神唾弃的猴子，这只猴子名叫孙悟空，成为了他忠实的伙伴。在这艰难的旅程中，猴子恢复了理智，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是多么愚蠢。此典籍中文名叫《西游记》，
它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四大名著之一，孙悟空也是《龙珠》中孙悟空的灵感原型。对于一个想要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弘扬中国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，不反对这款游戏并不令人意外。咱们看跟帖。我不怀疑中国投资游戏是为了在国际上推广自己的文化，只要最终能产出好游戏，我就没意见。呵呵。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人的评论被很多人踩。他说，一款来自一个受创伤的父权制国家的暴力男性游戏，如果能讨论一个国家的心理状态与其产出的游戏之间的关联，那将会很有意义。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心理后果未被处理。看跟帖。心理创伤，父权制，看来您从未去过中国。继续往下。哎呀，现在连布拉拉都开战了。再往下。不幸的是，中国人某种不良传统似乎正在渗入电子游戏市场，毫无廉耻的抄袭成功作品，恐怕很快就会出现知名游戏的拼多多版了。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。再往下。中国游戏不会再像《使命召唤》那样包含宣传内容。看跟帖。问题不在于中国游戏中的宣传内容，而在于中共如何利用市场力量迫使其他游戏回避某些话题。例如台湾，尽管有《使命召唤》，但美国政府并未禁止觉醒独立游戏的销售，至少目前还没有。再往下。中国人迟早也会发现，卖毫无意义的皮肤比游戏本身更赚钱。看跟帖。恰恰是中国产品特别依赖付费取胜模式，在这方面他们毫无禁忌。再往下。关于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创作出3A 级大作的，恐怕根本无需深究，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。另一方面，西方游戏作坊也该感到汗颜，看看他们这些年推向市场的重制版和半成品测试版。看最后一条评论，这是跟帖。请更新下你对中国的认知。与西方不同，中国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而且他们通常觉得为大企业卖命很带劲。好吧，各位朋友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，只与关于黑神话悟空这样的游戏话题，很多德语区网民都满满的意识形态，真的病得不轻啊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，我们下期见。